所以你夏天吃冰水、吃西瓜吃多了，那个时候什么？它变成寒了，它变成寒了。整个夏天它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温暖这个肺，肺也变寒了，肺也变寒了嘛。肺变寒了，到了秋天，整个节气变成往寒走的时候，肺就咳了。这个都非常有趣，但是如果我今天有练棒杖，但是要怎么用这个？你们现在练还没有到这一步，因为你们现在练在做什么？你们现在练在动作跟它产生关联，你们现在还不能用外面的力量，你还不能去关联到它。就是说，一般人的身体是外是外，内是内，它没有关联。我们在练这个的时候是什么？我们在建立通路，造成它们之间的关联，造成关联，这样没懂？有造成关联了以后，才会有相互之间的这个关系，才会有这个关系。一般的时候，一般人的这个脏腑啊，五脏就是心肝脾肺肾，它是各自是分离的，就他们的相互关联性不大。比方讲，你吃饭吃很多，胃很胀，胃很胀就是胃很胀嘛，是不是这样子？那其他的能不能来帮助他？你这个胃很胀的这个胀的东西，能不能运化到，就是泻其子嘛？能不能运化到其他的地方去？你胃很胀的这个东西呢，能不能，比方讲，能不能帮助你的肺？能不能帮助？什么叫帮助肺？就当我的胃很胀，胃是不是要消化？胃是肌肉嘛，胃要消化嘛。胃的消化，血液就来了，就到胃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它消化力很强的时候呢，它会产生热，这个热会熏到肺，这个热产生的水气或者产生的热气，它会去帮助这个肺健康。那这个肺，你去运动这个肺的需要越来越多，胃的消化它的产生的能量就越来越给肺。这个时候就帮助肺，又帮助到胃的消化了。它会帮助肺，是因为那个地图嘛，就是第一道土生金嘛。对，是吧？那在生理上面也是啊。所以胃你保持到暖，胃我们做消化。所以我说，你吃冷的东西，你吃冷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胃血液进去了，可是那个血液大部分在干什么？大部分在把那个冷的东西变成你的胃里面需要的温度，是不是？所以它到胃的能量已经消耗到胃去了，它不能产生多余的热去给肺。这个时候母跟子之间的关系就断了。这样不懂？所以胃寒，有的说夏天你吃西瓜吃多了以后，秋天一定咳，秋天一定会咳嗽，什么原因？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能量不够，就不可能会有母子关系？对呀，能量不够，它的能量不够，它不会产生那个能量给它，这样不懂？所以你夏天吃冰水、吃西瓜吃多了，那个时候什么？它变成寒了，它变成寒了。整个夏天它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温暖这个肺，肺也变寒了，肺也变寒了嘛。肺变寒了，到了秋天，整个节气变成往寒走的时候，肺就咳了。你吃了这运化东西，很多东西就变成痰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办？就要火吗？你就要让胃暖啊，要让胃暖啊。你如果火，你这边你去运动，产生出来很多热量，可是你又喝冰的，你知道这边把那把火浇熄了，它也不会到它来嘛。这样不懂？所以脾土很重要，它是核心，晓得吗？它是核心嘛，所以要维持到胃暖，
要保持到胃暖。所以我们吃很多东西，就是刚才讲的减肥啊，又吃这种餐那种餐，又早上不吃，晚上不吃，或者到底怎么样才对？你的胃要暖才对，你的胃不暖就不对。那如果我今天比如说要练3个转，3个站，对，那个其实基本上是都可以，是不是？不是看你要去平衡谁呀？你要看他，你要去强调肾，你要去强调肾的时候呢，你就要这是他的母，这是他的子啊，所以从肺到肾，然后到肝。对，哎，啊，你要去强化它，还是要去强化它？那如果它是虚的，如果它是虚的，你要强化它嘛？可是你也不能不练它，因为它给它的能量，这个能量也要走啊，所以你可以多练它，然后第二个练它来接收由妈妈来的照顾跟能量，然后再练它，让你接收到的能量可以运转，听不懂？所以一般你要做这个的时候，通常练三个，听不懂？脾那个土不是跟每一个有关系吗？哪个脾啊？是啊，所以你练这个其实跟每一个都有关系啊。可是它虽然是都有关系，可是它不是直接的关系。它除了跟它是直接的关系以外，其他的它不是直接的关系。就好像它是中央嘛，它是中央嘛，那它跟每一个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远有近，听不懂？有的是直接，有的是间接。晓得吗？那它作为一个中央的时候，我刚才讲的，它作为一个中央的存在的时候，它要保持到暖，最重要的，它要保持到暖啊。所以吃东西现在的问题，我自己也是啊，因为我的食物是掌握在我太太手里面，没办法，有时候为了夫妻关系啊，就是不管他怎么样，我都要吃，是不是？我都要这样啊。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晓得吗？所以有时候你减肥，你都吃生菜，你都吃素。以前那个和尚啊，以前和尚他吃素嘛，可是我讲过嘛，他们麻油当水喝。以前我在十方禅林教拳的时候，每次去练完拳，你到底下去那个手鱼，那个大和尚都在吃什么？芝麻糊，芝麻糊热的。他们虽然吃素，他们吃很多这种东西去暖，让它暖的东西，他不是一直吃那个寒的东西，听不懂？所以以前吃素归吃素，可是它素的里面还有分成哪些是寒的，哪些是热的，它要平衡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有一些东西是什么，让你的胃可以消化的运作。那现在吃精致的东西，胃不需要消化。晓得吗？太精致的东西，或者太松软的东西，或者你一边吃东西一边喝饮料，下去以后胃不需要去运动，那个胃的肌肉不需要运动就生不了热，所以你的食物就在没有充分热的运化的状态下就进入了小肠，进入了大肠，你就会吃完，你就会马上要上厕所，或者你就会下痢。为什么？因为你的胃是寒的，它没有运化那个东西。我们在运化一个东西，我们做外面
工作或者工厂什么也知道嘛，我们要运化一个东西的时候，需要什么？一个是需要热嘛，一个是需要氧，是不是？所以氧气是什么？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是讲话吸进去，而是你吃了东西以后做一些深呼吸，就是你要摄取多一点的养分去帮助它消化，跟你必须要有多一点的血液到胃去产生热，所以热跟氧结合起来，就帮助这个食物的消化。听不懂？那通常你们现在还不到这个时候所以通常我们在走的时候是内视掌全部走，可是呢，我今天要偏重于哪一个？就我要去增强哪一个的时候，我把那一个，比方讲我其他的都走两圈，那一个我走五圈，这样不懂？你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做这种量的调节，你可以做量的调节，那它本身就会产生一个循环，然后到循环这个它就多给一点，可是那个循环它还在。听不懂？所以八卦的这个内视掌，尤其是内视掌，当然外视掌也是，因为内视掌是脏嘛，内视掌走的是五脏外视掌走的是六腑。六腑是什么？就是跟它相对的，心的腑就是小肠，肺的腑是大肠，肾的腑是膀胱，脾的腑是胃，肝的腑胆，然后一个三焦，这个形成六腑。脏是什么？脏是储存能量的，叫脏，所以它其实就是肠嘛，藏东西的藏加一个肉，就是身体里面那个肉藏能量的叫做脏，运化的叫做腑就是可以通可以运化流动的叫做腑所以外视掌是什么？外视掌是腑，外视掌关联的是腑，内视掌关联的是脏。听不懂？这是八卦拳的医理，它的医理也是跟中医的医理是一样的，基本原则是这个。中医用药也是补跟泻，实跟虚来判断要补还是要泻，是不是？火就是热跟寒，湿跟燥热跟寒影响到什么？影响到湿跟燥。这样不懂所以这个是在练里面，你要把这个东西练到有感觉了产生关联了以后，你自己就可以做运化了，你自己就可以，你可以当你自己的医生了，而不用药，用这个所以我讲修道的也讲嘛，中医也讲，人体有大药，就是现在讲的是什么？现在讲的是我们人体的治愈能力，自然恢复的能力，是不是这样子？好的中医也是什么？也是帮助你身体恢复它自己富裕的能力，治愈的能力嘛。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恢复自己治疗自己的那个能力。
啊。所以你要掌握这个的时候呢，常常讲你要掌握这个，或者我们讲的就简单的这个筋骨，你要去调整，我哪边扭到了，哪边筋扭了，哪边伤了，你自己可以去调整，根据我们练的抻筋拔骨这个东西，你自己去伸展它，自己去调整它。你要能够做到这个，你要在前期，你要在年轻的时候，或者你要早期，你要练会它。练会什么？练会怎么去控制，怎么去操纵使用你的身体，从外面的筋骨到里面的脏腑。你要先要学会怎么去掌控它，然后你到后面中年以后比较容易生病了，是不是？身体慢慢去，你才能去使用它。你如果在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的时候，你不学会去掌控它，你到年纪大了，你想要马上去使用它，很困难。听不懂？啊，所以我们练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到影响它的时候，我们才去找医生，找医生帮你个忙。那你懂这个以后，你去找中医，就算找西医好了吧？你看他怎么治疗，你就知道他是不是他在帮助你，还是在伤害你。这样不懂？你起码可以做这个判断啊，这样懂吗？还有问题吗？这个？